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石老师啊。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一下市场趋势技术分析啊。那么这一套课程的话，我们目前是涵盖了在技术分析理论当中所有的比较全面的形态啊。那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重新的引进了，除了这个形态之外，我们又引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或者说是方法也好叫做成交量叫做成交量。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讲解课程在以后我们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有图像的也就是说你能看到的 K 线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还是有下方成交量的一个形态成交量的一个形态，这是我们这套课程最特色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这是我强调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所有的趋势当中，我们把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形态，我们分为了两大类第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反转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做中继这个从字面意思来说的话，相对来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所谓的反转就是原来这个行情在下跌，但是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去介绍的这样的形态之后，那么会转变为一个上升那么原来是上升的呢，出现这样的形态之后继续上升，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中继也就是说，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的所有的形态，我们都是围绕这两部分来进行介绍的这是我们要强调第二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讲重要的反转模式在所有的反转形态当中，成功率最高的无非就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跟头肩底部模式我们把它通通的称之为头肩模式那么在一个行情要形成反转的时候，它要具备哪些条件，或者要发生什么样的形态呢？首先呢，我们把整体的行情的话分为这么几类价格呢总是呈趋势运动的那么有的时候是直线的，也就是说这次价格的拉升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它就是直线的，对不对？有的是呈曲线的那么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对不对？当一个价格模式进入了反转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上升到下跌，或者是从下跌到上升，在图像上都会形成一个特征的区域或者说是这一种模式。那么我们把这种模式或者这种区域表现出来，这个区域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反转形态那么这些图像有的出现和完成的非常非常的快，那么有的需要若干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怎么样才能够完成。所以说一个形态发生它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形态它的时间长，什么样的形态它的时间比较短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反转的区域比较大那么其价格的起伏怎么样也就比较大，它形成的时间也就长，在它构建的时期内有多余的股份转手，对不对有多余的股份转手，它的意义就会越重要。那么这个区域大我在这边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它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当这个反转它所发生的模式区域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对不对空间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从一个顶部到一个底部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反转的话，它前后总共经历了你比如说是一只股票，对不对一只股票从10块钱涨到30，但是它完成这样一个顶部的时候，它总共花了10块钱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从30跌到20，对不对那么在很长的时间内它才能够完成，这是它的第一个区域比较大。第二个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它的周期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你的这只股票，或者说是你所研究的这个产品，
它在周线上甚至是在日线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形态之后，那么它一定要比小时线的要强啊，要比小时线的强。如果当你发现它在小时线或者日线上同时出现了这样的形态之后，这叫什么？这叫共振啊。那么它的意义会更为重要啊，更为重要。如果你要在做交易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把线切到5分钟上去看。如果你在5分钟上啊，你在5分钟上能看到这样的形态的话，它一般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啊，意义并不是很大。对于我们做这个中长线的交易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的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的，对不对？所以说大致来说，一个大规模的反转意味着随后有大幅度的运动啊，随后有大幅度的运动。它花的时间跟周期越长，那么它反转了之后带给我们，只要我们把这个反转抓住之后，带给我们的收益，带给我们的利润怎么样，就相对来说也越大啊。而较小的规模则怎么样，与较小的运动相连。也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幅度有多大，就完全取决了你之前的这个反转模式所花的时间跟周期啊，所花的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周期有多大，对不对？周期有多大啊？所以说，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如果要形成一个顶部啊，如果要形成一个顶部，我们把顶部大多数称之为一个封仓啊，称之为一个封仓，也就是说主力要在这个顶部怎么样，要去出货了，对不对？它需要2个先决性的条件，第一个是时间啊，第二个是交易量啊，这2个是缺一不可的，就拿一只股票来讲，如果说是在顶部没有大额的成交量的话，主力要去抛仓啊，要去分仓的话，它没有对手盘去接盘，对不对？你抛给谁啊？所以说必须要大量的成交量才能完成啊，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一个头肩顶部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啊？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如何形成的？那么一个强劲的上扬，我们从 A 点来看，在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一个底，对不对啊？形成了一个底，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一个强劲的上扬，导致了价格大幅度的上涨，把价格带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高点。同时，下方的交易量，当价格带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之后，下方的交易量出现了一个高点啊，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回落，那么其中的交易量比上升期间的和居于顶部时的交易量明显的要小，比上升时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升时期，看见没？这个地方是上升时期，这个地方是上升，这个是顶部。它在下落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现在价格怎么样？往下走啊，价格往下走，它的交易量相对于顶部跟它上升时间的交易量明显的要小啊，这个交易量怎么样？明显的要小。如果当它完成这2个形态之后，那么在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的左肩就形成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当一个强劲的上扬之后，价格出现了高点之后，下方的交易量怎么样？也出现了放量。紧接着一个向下的回落啊，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它的成交量基本上是小于顶部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同时也是小于什么？小于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的一个交易量啊，这就是左肩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B 点就是我们说的头部，当左肩完成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头部形成了啊。那么在另一次的交易量的上涨啊，不断的放量，对不对？价格创了高点之后，交易量怎么样？也出现了高点啊，它的顶点要比左肩的顶点怎么样？要高，接着又是一个向下的回落啊，那么这次的回落把价格带到了同先前回落底部相近的位置，先前的回落底部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相近的位置，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是相近呢？啊，不一定它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但是上下相差的幅度不会太大，它有可能比这个点要高，有可能比这个点要低，对不对？啊，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低于什么？低于左肩的，低于哪个位置？各位，低于哪个位置？它都是低于哪里？低于 A 点这个位置的啊，对不对？都是低于这个位置的。也就是说，
它会在哪里？会在这个区间内部啊，我画个颜色大家看一下啊，都在这个蓝色的区域内怎么样结束掉接下来的一个回调啊，结束掉接下来的一个回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头部，紧随着交易量怎么样也逐渐萎缩。那么当第3次上扬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构建右肩的时候啊，右肩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交易量明显的怎么样？要小，交易量明显的要小，而且一定是低于什么？低于左肩跟头部的啊，低于左肩跟头部的。你看，虽然说价格不断的上涨啊，价格在这个地方有高点出来，对不对？上涨有高点出来，但是下方的交易量基本上怎么样？都是缩量的啊，基本上都是缩量的。那么如果出现这种地步的话，警惕一点的投资者可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完全可以去抛空了啊，完全可以去抛空了，没必要再去等了，对不对？没必要再去等了啊，没必要再去等了。一旦你发现到下面这条趋势线啊，就是这个颈线位置被破掉之后啊，颈线位置被破掉之后，就说明这个形态怎么样？一定就完成了啊，一定完成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头肩顶部模式。那我要强调的是，在所有的形态当中，头肩顶部模式是最重要的啊，头肩顶部模式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反转的概率怎么样？是最高的啊，可信度怎么样？是最强的。可信度是最强的，但是我刚才给大家去介绍这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除了上方图像的一个形态之外，下方的一个什么？下方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走势，一定要铭记在心啊，一定要铭记在心，对不对？首先呢，交易量的问题啊，交易量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形态当中，交易量永远是最重要的啊，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们始终要把交易量看作整个画面的一个关键部分。啊，也就是说，除了上方 K 线走出了一个形态之外，我们把下面的交易量一定要纳入到我们分析的一部分当中去啊。不但对价格范围有它的模式，交易量的活动也有自己的模式。不过要注意的是，交易量是相对的。我们经常说，哎，交易量怎么样？放大，对不对啊？放量，对不对？或者说交易量增大，对不对啊？交易量增大，对不对？比如说交易量增大，对不对啊？放量或者说缩量啊，这个都是相对的。啊，没有绝对的啊。当我们谈到高交易量的时候，主要是一个时间段内的交易量的一个强弱。你比如说，是最近一个礼拜，对不对？最近1-2天啊，它都是一个相对的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说，这个交易量大到什么地方，增长到什么样的地步，它就是放量，或者缩小到什么样的，萎缩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就是缩量。那没有这样一说，它只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个时间段。或者是针对前一个交易日啊，或者前一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的啊。那么如果交易量的记录显示出最新顶部的交易活动不如前一个顶部的交易活动来的活跃啊，那我们就有一个真正的头肩模式的一个征兆啊，尤其是在构建第3次上扬构建左肩的时候。如果这种交易量的差距非常的明显，而且如果从价格回落的方式可以看清楚，第二个也就是说较高的上扬已经结束，那么这个图形就是一个红色的信号，对不对啊？一个红色信号。那我们如何去理解？各位，我们回到这个图上来啊，当前面的 A 点跟 B 点出来之后，在 C 点上扬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2个位置一定要去关注一下，2个点一定关注一下。第一个是前期的这个 A 点，也就是说是哪里？是它右肩的左肩的这样一个位置，右肩的上攻啊，重点去关注左肩这个地方啊，因为在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它有很强的对称性啊，对不对？我们去关注这个地方啊，这是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去关注下面的成交量。如果价格上扬，成交量没有变化，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头肩顶完成的概率就非常之大了啊，就非常之大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啊。那么对于一个交易量来说啊，它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啊，那么大约有1/3啊，左肩的交易量是大于头部，有1/3的是左肩的交易量跟头部是相等的，有1/3是左肩的交易量小于什么？小于头部的啊，而是大于头部的。你看1/3是大于，1/3是相等，1/3是小于。但是无论如何，到右肩的时候，这个交易量一定是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小。
那么另一个常常出现的警告，在第二个回落，也就是说从头部回落的过程当中，价格在跌到左肩顶部以下的时候，价格在跌到左肩顶部以下的时候，怎么去讲啊？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在第二次回落啊，就是从左肩往下走的时候，价格跌到哪里？价格跌到哪里？各位，跌到左肩以下，对不对啊？跌到左肩以下，这是什么？这是左肩的区域啊，我画个颜色。啊，这是左肩啊，这是左肩，跌到左肩以下的一个区域啊，跌到左肩以下的一个区域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在价格构造中是异常疲软的，对不对？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小型的趋势，它有可能只是临时的啊，只是临时的，还要等我们最后的确定啊，还要等我们最后确定。那么这个确定是如何去确定的呢？各位啊，是如何去确定的呢？就是要靠我们最后的颈线怎么样去确定啊？就是要靠我们最后的颈线去确定。那么这个图形的完成也是怎么样？也是在颈线被突破的时候，就大家看到这个颈线啊被突破的时候，我们才怎么样说这个形态完成了啊？如果说是第三次上扬，也就是说第三次的上扬，也就是说是在右肩开始的时候，而且交易量，对不对？各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啊，下方的交易量并没有怎么样放量啊，并没有放量，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时候你就注意了，当它起来价格往上走，交易量并没有跟着价格的上扬而去增长啊。那么当它走下来之后，在前期左肩的顶部附近怎么样？没有突破，或者偶尔突破，但是一定不会突破哪里前期高点，也就是说不会突破头部啊。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只要破了这条什么颈线，只要破了这条颈线，而且破位之后，我们就说这个头肩顶部模式怎么样？已经完成了啊，头肩顶部模式已经完成了。那么有人会问，向下突破这个地方也没有放量啊，这个地方有没有放量？看一下，它突破也没有放量，这地方也没有放量。但是你要记住啊，向下有的时候下跌它是不需要放量的，它是不需要放量的，但是上涨是一定需要放量的。当然这是后面的话题啊，这是后面的话题啊。如果价格回弹啊，如果价格回弹，市场仍然疲于反应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颈线的在这个左肩跟头部的回落的过程当中去画出一条什么颈线啊，画出一条颈线。当这个颈线被突破之后啊，马上怎么样就把之前的形态怎么样给确认了，就把之前的形态给确认了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也就是说，整个形态的最后一部分，如果我们把一个右肩的形成啊，右肩的形成看作是一个下跌的信号。啊，看作是一个下跌的信号，对不对？那么颈线的突破就是一个信号的确认，就是一个价格下跌的一个确认啊，价格下跌的一个确认，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去讲的这个头肩顶部模式啊，头肩顶部模式。那么如果说是颈线的向下穿透还没有达到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数量，也就是说，当它突破颈线之后，离颈线的下跌并不是很远啊，那么这个头肩模式就没有完成。我们还不能肯定的说，确实出现了一个趋势反转的信号，在突破颈线之前啊，在突破颈线之前，价格跌不到更深，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在右肩的范围内无精打采的徘徊啊，无精打采的徘徊，最后怎么样坚挺起来了，重新开始上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在哪里，在右肩形成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破掉颈线，而是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疲软啊，在哪里，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疲软，在盘桓了一阵时间之后，最后怎么样，突然又拉起来了。啊，突然拉起来，那么这个形态怎么样？就宣告失败了啊！这个形态就宣告失败了。大家记住了，一定是最后一个什么颈线位置被突破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个形态怎么样？这个形态怎么样才能够完成了啊？才能够完成了啊！那么最后我们要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少啊，因为在所有的反转形态当中啊，头肩模式还是比较可靠的。头肩模式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没有一种模式它是100%的就可以怎么样成立的啊，成立的，因为交易本身它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啊，概率事件。当头肩模式因为出现了决定性的颈线穿透而得到了确认之后，价格仍不能跌到更深，
那么这一类的是什么？是假性运动啊，是我们应付的最困难的现象。但是幸运的是，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当它突破了之前这个颈线，但是回了一下又上去了，出现了一个假突破啊，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啊，但是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假性确认的头肩顶部形态，在翼龙基本的早期趋势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对不对？一个失效的头肩模式就是一个警告啊，它告诉我们，虽然眼下的情况还有它的生命力，也就是说眼下这种反转没有形成，但是一个真正的反转怎么样，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啊，当它这个地方虽然说是把之前的颈线给这个地方给突破了，突破之后怎么样？又回到颈线的上方啊，把这个突破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了一个假突破啊，但是它虽然出现了一个假突破，那么真正的下跌已经就离我们不远了。这就是它提示到一个假性的突破给到我们的一个信号啊，对不对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头肩顶部模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整个它的一个发展的形态，对不对啊？它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我们会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重点给大家去讲解头肩模式，它在突破颈线位置之后，那么接下来的下跌的幅度到底有多深啊？或者说是它下跌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趋势该怎么去研判啊？我们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再继续为大家去分享。那么本讲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